消费贵，然后他们收入也高。对于本地的这一些专心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没有我以前想象中的那样子。可能说美国人都很 OK， 都过得很舒适。反而在像马来西亚，我们看到我们的本地的马来人很没有焦虑，很没有压力，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养很多孩子啊，都 OK 啊。嗨 John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顺手牵羊。很荣幸再次来到顺手牵羊，特别荣幸来到了 Sean 的大 house 这边。既然 John 来到了美国，那我们今天要问几个关于美国的问题。请问一下 John， 你来美国都去了哪些地方呢？我的第一站是洛杉矶 LA， 到了洛杉矶，我到了那个 Newport 那边，靠近洛杉矶的，往圣地亚哥一路到圣地亚哥，然后到了那个拉斯维加斯，最后又来到了这个底特律，来到了 Sean 的家里。欢迎欢迎，大有收获，说实话。OK， 那 John 你在美国到了像加州洛杉矶、圣地亚哥，然后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以及底特律我这边，那你最喜欢哪儿呢？分别有什么感受呢？你要说环境啊、气候啊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Sean 你这边是第二排的第二。OK， 加州的那边的气候还是最舒服。那绝对，那肯定。对，当然我到底特律来的时候是最好的季节，到这里也是非常的舒服。这种风景、这种气候、这种温度，都是让我就是那种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非常舒服。如沐夏风，如沐夏风，这两个地方都很喜欢，很好，还没有体验到什么不好的事情。目前来讲是这样。谢谢对于美国这样的高度评价，以及我现在的所在地底特律还有加州洛杉矶的高度评价。那刚刚John好像你明明去了拉斯维加斯，那为什么没有提到这座城市呢？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遭遇呢？遭遇的话谈不上，就是说在那里面体验到了全世界最贵的物价，体验到了最热的气候。那这个就是不太好的一种，没有让我体感没有那么好了。当然说在那里面也有很多收获，看到了很多很神奇、很精美的建筑，及当地的一些文化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看到了很多的东西，一言难尽，很多东西可以说。那这一次你是从中国过来，还是从马来西亚过来？从马来西亚，我是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发，然后到日本，到东京，然后再从那个东京到加州洛杉矶。然后在洛杉矶自己租了一个车之后，在那边自驾到处转了一下，然后驾车到拉斯维加斯，再从拉斯维加斯坐飞机到底特律。OK， 一路从西海岸不远万里，对，确实走了很远的距离。是的。那这么一路下来，John你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长期居民，然后以这样一个身份飞到美国来感受了东西部的不同的这些环境，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对，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从各个方面来讲，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气候也好，人文也好，以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或者是说当地的这种文化来讲啊，各个层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说我的收获，或者是说讲我的对两个地方的对比。我就是觉得还是因人而异。于我而言的话，我有这个第二家园的这个身份之后，这一切的出行都很顺畅。我觉得跟这个还是很有关系的。包括从我一开始申请美签到入境，以及到这个一路的出行里面所遇到，可能说是遇到一些问题来讲的话，都是可能是大有帮助吧。像我办美签，我是在马来西亚申请的美签，一家人申请都是非常顺利就是很快的，就是通关的那种入境美国也是。我看到有的窗口还排着比较长的队或者是说会问很多问题到了我们这边的时候很简单很快的过了之后，就是一个欢迎你来到美国就是这样，就很顺畅这一切。OK， 其他方面呢？除了这个入境和签证方面，我们了解到很多，看来就是第二家园对于美签的办理以及整个入境的流程都是有一个显著的帮助的。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了。如果说你想以这个马来西亚为跳板去往世界各地，至少我说最难的可能就是美国了。没错，美签相对是所有旅行签证里面最难的。对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讲是体验这一次，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到这边来，那么我的感觉就是一切非常顺利，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因为基于在马来西亚生活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到这边来讲说，因为我的英语也就是那种 broken English 对不对？很好了，都可以自驾游，怎么会是 broken 呢？这太谦虚了。这边的人遇到的也还很热心，他就会主动的来帮我。包括我们去到哪里，每次一停下来一拍照，这是我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最搞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只要停下来拍照，就一定会有人过来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拍？要不要我帮你拍？一定会有人过来跟你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过来，会热情的帮我们拍照。当然说拍照技术
就不太，他们很热情，但是拍照技术真的很一般，拍出来只是说，把我这个人拍到那个里面，不会像我们要怎样子构图，要怎样子给你怎样子来拍出一个很好的角度这样子这是挺有意思的。对，这一点我也是感触很深，而且在美国。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大家会除了主动愿意给你拍，经常就是会很注意你在拍照，他们不会随便闯入你的镜头，会让你拍照完，然后他们才会过，甚至会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哪怕自己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等你先拍完。对，觉得这个还是不一样哈。对，也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然也会有照顾了，大家也会很照顾，但是说主动来帮你拍呢，没有那么多会主动来帮你拍。或者是说有一些像在这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人主动来帮你拍，然后在旁边的人他不会有丝毫不来烦，他会你给你时间，然后你拍好先，好，或者远远的绕过你或者是在这边安静的等着，很微笑的，很带着那个东西给你所以这些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视频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以上信息对您有用，还希望您可以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视频好内容的根本动力。也讲到最大的不一样，或者说什么话，这边的消费确实要远远高于马来西亚，所以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吧，对不对？当然说它消费高，另一个层面也是代表它的收入真的也很高。我所了解到的，包括我跟这边的那种 Uber 司机，跟他们也有聊天。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跟几个那个 Uber 司机，我去打车的时候都是跟他们有聊天，包括他们收入包括他们对现状的一些看法都聊了很多方面的东西了。就感受来讲的话，消费贵，然后他们收入也高。当然说对于本地的这一些专心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他们的压力也很大那些 Uber 司机可能想说，我的收入也很不稳定，他也就是这样子，他可能有的时候赚的比较多，有的时候赚的比较少，但他也在焦虑，也有焦虑的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我以前想象中的那样子，可能说每个美国人都很 OK， 都过得很舒适，没有这些经济方面的压力其实也并不是那样。相比的话，比如说马来西亚，我反而看到可能说华人会比较焦虑多一点，他们对他们的收入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有关。华人整体来讲，在马来西亚这个族群来讲，他是比较有钱的，没错。但是他们还是会焦虑，自己赚的不够多。反而在像马来西亚，我们看到我们的本地的马来人他们好像很没有焦虑，很没有压力，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养很多孩子都 OK 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些感受吧。总结得很到位，是，就是刚刚说的，像华人会更在乎这个收入一些，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就它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在美国，包括在中国大陆，是吧？对，就比较很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的，就是很在乎这个收入嘛，这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面子会好看一些然后就是美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说收入 OK 的，其实还是看你在什么地方身处什么样的职位，对，这个还是有关的。只是说像在相对非一线的城市，就是大家可能活得轻松一些，房价低一些的地方，生活费低一些的地方，相对轻松一些。但是在洛杉矶是吧？像纽约这样大城市，确实当地的这些消费房价各方面确实会负担重一些，其实也压力很大。特别是最近疫情以后，这个物价飙升嘛，这个是确实存在的，导致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变大了，是的，都变焦虑了。是的。我在拉斯维加斯聊的一个那个 Uber 司机，他就是从加州搬过去的。他说他在加州他的收入也好，他一年赚10万美金，他还没有钱存，而且过得不好。他到内华达到拉斯维加斯，他只要赚65000美金。他可以存很多钱，他买了一套房，他现在准备买第2套房，房价也好，怎么样也好，一样的也是人们所要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没错，是的。OK， 那刚刚 John 对比了很多马来西亚和美国各方面的生活压力以及一些人文方面的举例感受那其他的，比如说这一行下来，对你在目前对环球旅居，也就是我们全球人的核心理念，这些全球的资产配置以及环球旅居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呢？我觉得如果以一个从我自身角度来讲很贴合、很实际的去讲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及以下，或者是说小资阶级这样子你如果要去往欧美的话，还是要慎重考虑。没错，你慎重考虑是第一个是你的语言是否 OK，第二个是你是否有技能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对不对？比如说你有个几百万，可能说你在马来西亚你就可以退休，可以过得很不错，对吗？对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你用你这一点用这个几百万，或者说到美国来，那么你的这个本是不够吃的，那肯定是你需要发挥你的技能。对，如果你有技能，当然 OK，很 OK。这边是我觉得是那种有技术人员的天堂。但凡你有一点技术，都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确实收入很不错，也可以过得怡然自得。这个跟马来西亚对比就是这样。马来西亚的话，你有一个技能，可能说你不太适合去打工，它的收入会比较低。
但是你作为一个，比如说躺平，或者是说，我有一点本钱，稍微做一点小生意，或者是说什么，那么肯定是你要选择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你可能有个几百万，你都可以一辈子都 OK， 也不是需要焦虑的。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整个过程的话，是一个也很值得大家见见吧。我是在马来西亚生根，在马来西亚开始发展，然后再到欧美这些地方来旅行，这一切对我来讲的话就比较水到渠成。至于说如果说我未来的一些计划也好的话，怎么样的话，我不确定，我看着走，因为我在马来西亚过得也很不错。没错如果说将来或者说有一些机会或者是说再到欧美或者是说美国这边来的发展的话也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事情，就取决于自己到时候的选择是否想要这样子。谢谢John，我觉得非常有深度，而且非常贴切的总结了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什么样的社会。我来小小总结一下，看看 John 我总结的对不对。就是 John 总结是，如果是对于高资产的或者说高技能的这些收入达到中产阶级以上的，可能会更适合欧美一些。对因为这边确实毕竟是发达社会，会有一定的门槛，说实话。没错。对，然后对于中产以及一些小资一些的家庭，但是又对外部世界有着向往的，可能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更适合的，而且更能够躺平的，更能够 FIRE， 也就是提前退休，享受这个财务自由的这种状态的。对，所以是各有各的优势或者说劣势。